Hello，大家好，我是摄影师 JCK。这一期我跟大家做一个很有意思的分享，就是大家知道现在随着 AI 的爆发，大家对于素材的处理和照片的处理，已经这个工作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大家对于图片或者素材的放大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市面上大家知道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无损放大的工具，那到底哪一个工具最好用，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最适合用什么工具？那我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粗略的总结，希望大家看完这篇视频也知道哪一个工具更适合你。在开始视频之前呢，我还是说一下我们这期的小奖品吧。那这一期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就是我是怎么样去抽小伙伴的呢？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显示一键3连的小伙伴，我会在这里随机选一个，就送出我们的奖品。那这一期呢，我们送一个很有意思，对于摄影师来说可能会有吸引力的奖品，就是这个 SP400 神牛的 SP400 灯。这个是我们工作室之前用的，但是我现在用不到了，那我就抽给一个有需要的小伙伴吧。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用的话，还是记得要3连哦。那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这次选了市面上哪几个主流的放大的方法吧。好，第一个呢就是BigGoPG， 这个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网页端的工具，就是你把你的照片传上去，它可以直接在网页端给你放大处理好，然后你把它下载下来。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 PS 里很多年就存在的一个工具叫神经滤镜。那第三个呢，就是大名鼎鼎的 2Pass 的 Gigapixel。那第四个呢，就是一个开源的一个软件叫 Upscale， 这个名气也非常大，我把它也下载下来了。第五个呢，就是更加大名鼎鼎的 Stable Diffusion 了。那我们看看这5款软件哪个软件放大的效果最好。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选择的测试的素材，我一共选择了4张。第一个的特点是它的分辨率比较低，只有400×600，而且呢它里边有插画也有文字。第二个照片呢就是一个典型的2次元图片，那我们看看这些放大工具里边哪个对2次元的处理更好。第三个呢就是分辨率相对还不错，有1000×1500，它是一个典型的摄影照片，我们看看摄影照片的处理哪个是更强的。然后第四个呢，它其实和第一张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上来了，然后也是有插画有文字。那我们先从操作来说，我也会把我测试结果的 PSD 原文件放上来，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也可以下载下来自己看。好，第一个 BigGoPG 呢，我们其实就是直接把照片传上来，然后传上来之后点击开始，它会自动跑这个进度条，跑完之后你把它下载下来即可。我先说结论，这个我非常不推荐，虽然网络上各种各样的工具都很多，我们不能说管中窥豹吧，但是就我体验这个线上这个 BigGoPG 的体验来说，处理速度慢不说，而且它同时只能处理2张照片。如果你只是简单的使用还好，如果你是比较专业的或有重度多张照片处理的话，我就不推荐这个了，我先把它 pass 掉。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吧，我们用一下 PS 里的神经滤镜，看它是怎么去处理的。我们随便点开一个照片吧，然后点击滤镜里面的 Neural Filters， 然后点击它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超级缩放。对，超级缩放你可以，这是1倍，然后这有2倍、3倍、4倍都可以。那我们这次的测试呢，全部都是以2倍为一个基准。在这里边呢，降噪和锐化我都没有去加那个细节，因为我们就直接看我们正常的，然后你点击确定就可以了。你可以让它在原图层或者新文档上，这就是 PS 神经滤镜的一个使用方法。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2Pass 的这个软件，大家如果有需要使用这个软件的呢，可以3年后台找我要。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就是你打开这个软件之后，你直接选一个你的照片进来就可以了，我们随便选一个，然后选一个进来之后呢，在这边就是它的放大尺寸2倍、4倍还是几倍，这里它有它的 AI 模型，我这里用的是标准。这个设置里边就是锐化和去噪，我这里强烈建议大家点开这个自动的这个选择。那我们输出的时候，你直接点这个输出，然后这是名字命名，然后输出到哪个文件夹里，然后质量达到100%，格式，然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这个照片就输出了。然后呢，第4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开源的软件叫 Upscale。那它这个软件相比我们之前看到的神经滤镜和 BigGoPG 呢，它的一个优势是它可以点击这个地方，就是它可以批处理。但是我这里我们先以单张为例吧，我们要做的就是点击一个照片，你把它导进来，然后它默认呢就是这个叫View 这个模式，我们就选这一个就行了。Image Scale 这是2倍的，然后设置你的导出的文件夹，然后直接点击就可以了。这个软件怎么说呢？导出速度我觉得相对有一点慢。然后我看到它这里有一个提示，就是说任何超过4倍的放大，
你看它就不会再使用 AI 这个放大了。我的个人理解就是，如果你把它超过4倍以上，它就是纯放大，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Stable Diffusion。Stable Diffusion 其实我平常是不怎么用这个软件的，而且因为它对苹果的支持不太好嘛，这个我是直接在某宝上买的。大家如果动手能力不是很强的，也可以像我一样买一个。然后它打开呢，就是这个地方，我可以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Stable Diffusion 的放大是怎么样操作的。它操作就是在这个附加功能，有的好像叫法不一样，大概你点一下看这个页面就 OK 了。点击附加功能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把图片拖拽到这个地方，之后，在这个地方缩放比例调整，你想放2倍、4倍，你就填上你想放大的倍率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个 Upscaler 这里边，第一个里面选择你放大所用到的插件。我一般有几个选择，我先介绍这个就是比较通用的，目前就是4倍的这个 4x 加的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后面它加了一个 Animal 6B， 这个呢就是更加适合你去做2次元的一个放大。如果你要做的是动漫2次元这种素材，那就非常推荐用这一个模型了。当然，网上还有很多人都在推荐的是这个4倍的 Ultra Sharp。虽然它的这个锐化效果是很好，但是呢，我发现它容易出噪点。那这个呢，一会儿我们也是在我们的比对里边去详细的看一下，其他的这些你都不用管。然后就像我这个界面一样，我跟大家重新演示一下，在这里导入一个图进来，然后点击生成就可以了。生成好之后呢，大家会看到这里就会出现它的这么一个图，就说明生成好了。然后你点击这个文件夹，这里就有它的输出目录。现在它还没有输出好。好了，我们不等它了，我们直接打开我们的 PS。我把每一个的照片输出呢，这4个里边我全部都做完了，然后我的原文件里边都做好了命名，就像 Big GoPG 神经滤镜，还有 Gigapixel， 还有 Upscale， 还有 SD 的不同模型我都去做好了。那大家通过这样去挨个的去放大比对，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哪一个软件的效果比较好。我们先拿2次元为例啊，2次元的这一个第一张图的效果是 Big GoPG 生成的，感觉还可以。我先把原图打开，大家看到原图的效果是这样，是比较虚的，对不对 ？OK， 然后现在呢，其实你会发现，只要你用了这个放大，效果都还不错。那我们看一下神经滤镜。神经滤镜其实效果就要差很多了，而且你看神经滤镜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噪点巨多，这个地方。我在这里先跟大家说结论，就是所有的图片放大里边都不要用神经滤镜这个功能。我以前还用了它很久，现在看来真的是很傻的，这个放大效果非常差，我们直接 pass 掉。然后呢，看一下这个我用的 Gigapixel， 这个用了标准化，但是我加了智能的锐化，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然后呢，我们对比一下之前的这个 Big GoPG， 我点掉它，先是 Big GoPG， 然后呢点开，大家看一下区别。然后它这里是更锐一些的，然后你看它这个眼睛这里多了一道这个高光。那我们打开原图对比一下，原图有没有？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原图这里是有一道高光的，所以那我觉得在这里 Gigapixel 它还原的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一下 Upscale 的效果其实还可以，但是用在2次元里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它的一个问题是磨皮磨得太狠了，很多细节都没有了。当然你可以说我现在是有点吹毛求疵了啊，也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放大到400%以上了。现在是 SD 正常的 4x， 没有那么锐，但是它这里的线条我看起来是舒服一些的，它这里的线条是舒服一些的。上面呢还有一个是那个 4x 的 Ultra Sharp，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要更锐一些的。那我们拿这个跟 Gigapixel 去做一个对比，现在是 4x 这个 Ultra Sharp， 然后点掉之后，这个是 Gigapixel 虽然它现在做的锐化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要对比一下原图才知道它到底这个还原的对不对。比方你看它这个头发丝这里，它是2条黑边做的非常的硬。那我们看一下原图，这个是原图你看原图这里其实就是灰色的，它并没有明显的黑色，也就是说它没有过度锐化。但我们现在点击看一下这个 Gigapixel， 这里很显然它做了过度的锐化，所以这个做2次元反而效果不是很好。我们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个模型，就是我刚才推荐的，如果你去做2次元的，在 Stable Diffusion 里边选这个 4x 加 Animal 6B， OK， 那它这个效果我觉得
加了这个锐化，效果还不错，但是呢，它这个地方也有一些过度锐化的效果。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Ultra Sharp， 那这样看来还是 Ultra Sharp 对这个的还原更好一些，我觉得，而且更真实。所以做二次元来说的话，我觉得你选择 SD 去做还是更合适的。而且差的那一点锐化，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同样可以再去做高反差保留也好，或者直接 USM 锐化都可以，这个就不必多说了。但是呢，我们返回之前这里，我跟大家看一下，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个，你看 Ultra Sharp 这个地方它会有噪点，发现了没有？这里有噪点，但是我们切换到这个普通的这个 4X， 你会发现它没有噪点。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使用的时候要重点关注一下。如果你发现 Ultra Sharp 有那个噪点的话，那你就切换到这个 4X 使用，我觉得都可以。因为你在 4X 基础上再给它一点锐化也是可以的嘛。看一个这个呢就是摄影照片了。摄影照片我们看一下区别。从第一个 Big GoPG， 我们看一下它的区别。这样看好像不错，这是原图，大家能看到吧？这是原图，原图稍微有点糊。然后呢，现在 OK 清晰一些了，看鼻头就能看出来 Big GoPG。然后呢，这个是神经滤镜，神经滤镜一如既往的比较拉胯，所以它就完全被 pass 掉了。现在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Gigapixel， 它没有做锐化的情况下，这样没有做锐化的情况下，我感觉效果也还是不错。因为大家仔细对比一下这个鼻头啊，这是 Big GoPG 的鼻头，这是 Gigapixel 的，你能明显感觉出来，它算出来了更多更真实的像素加进去，这点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噪点相对有点多，看一下，这是 Big GoPG 的它的也很多，它的这个噪点是更细的那种。然后我们加了智能锐化和降噪之后，大家再看，能不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毛发的质感，包括眼睛的质感会更强烈了。我们找一处毛发比较多的，对，它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改观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用 Gigapixel 的时候还是要加上智能锐化。那我们再看一个 Upscale 这个虽然它的观感不错，但是很明显它没有怎么算出来这个东西，所以 Upscale 在我的印象中也是一般的。那我们再看一下 SD。SD 你会发现跟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 SD 好像细节缺失了很多。你看这个胡须这里完全就糊掉了，所以 SD 这个 4X 我觉得是不太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 Ultra Sharp， 它这个确实是更锐了，但是呢，我们跟这个 Gigapixel 再对比一下，那很明显 Gigapixel 看这个鼻头这里，它算出来了更多更真实的东西。你看这个 SD 呢，它还是涂抹感比较强。大家可以看一个细节啊，可能刚才没有注意到。我们先看一下原图，这是原图和这个 Gigapixel 我来回点击做切换，它更锐了，细节更清楚了，但是你会发现整体的光比没有变化，对不对？那我现在去放几个其他的，你可以看一下，这里色温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不知道录屏能不能录出来，大家可以自己下载去对比。然后呢，这里也有很明显的变化。然后我们对比一下 Upscale， 你看 Upscale 这个更夸张， Upscale 它直接是色温都给你改变了一些，而且它下面更暗一些，就是画面整体的光比，我觉得它可能甚至都有一些改变。大家能看出来吗？就是整个原图里面下面这里是亮的，但是是亮一些的，但是呢，这个像 Upscale 优化完，它里边都黑掉了，它没有算出来更多的细节。所以我认为在照片的处理上放大，那首推就是 Gigapixel。我们再看最后一张，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原图啊。我们把原图放大了之后 ，OK， 我们先看字的部分。OK， 我现在点击，这是 Big GoPG。Big GoPG 看起来还可以，但是你看这个地方有点交代的不清楚，而且这个边缘有点圆滑，不是特别锐。然后再看神经滤镜呢，神经滤镜一如既往的拉胯，看到了吗？全是噪点，继续把它去掉。然后我们看一下 Gigapixel 降噪锐化，Gigapixel 就明显的要好于这个 Big GoPG 了，看到了吗？而且更真实。那我们看一下 Upscale 其实这里的表现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呢，它边缘处理的相对要柔缓一些，
相对柔缓一些。那我们看一下 SD 处理的还不错，但是大家仔细看一下，包括这个努力的努字，这个能感觉到 SD 这里还是做了更圆滑的处理，能看到吧？这是 Gigpixel， 这是 SD。我们再看一下 SD 的 Ultra Sharp 相对要好一些，Ultra Sharp 相对好一些，字没问题，但是大家可以感觉到背景上 Ultra Sharp 的噪点是比较多的。Upscale 这个噪点控制的还不错，那这个 Gigpixel 也还可以接受。那我们再看一下上面的人物部分，这是 BigGoPG， 我们看一下原图什么样子，原图是这样子的，有点糊。BigGoPG 算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假的。神经滤镜呢？神经滤镜倒是真实一些，但是还是噪点太多了。然后 Gigpixel 呢？Gigpixel 在人物，你看它偏向照片的地方处理的还是很好的，包括发丝它都有一定的交代。你看这些就完全发丝没有交代了。然后 SD 呢 ？SD 你会发现 SD 在人像的这个算法上不行，就是还是有一点假，就是还是人工智能生成的痕迹很严重。相比之下呢 ，Gigpixel 看到了吗 ？Gigpixel 要好很多很多，所以这里我对这个软件非常满意。好了，说到这里，不知道我有没有解决大家的疑惑？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这里，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3连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干货的动力。好了，我们下期见，拜拜。